我们现在抵达了红前公园的外壕沟，染井吉野樱已经都全开了。右边停车场一天最高500元，超级便宜，不过没空位了。今年的红前樱花季大幅提早，超乎所有的预测，也因此很幸运的让我们早在几个月前排定的行程，正好来到满开的红前公园。红前公园的樱花季常被主流媒体吹捧为日本第一，或说是此生必来之类的，但对于我们，更希望在8年后重游红前城，能看到不一样的景致。尤其有听说所谓的红前七樱和超过400株100年以上的染井吉野樱，以及许多几百年的老木奇树，这些大自然的生命奇观才是真正吸引我们的主题。在红前公园外壕沟环绕了半圈，老公打算去停樱花季官方提供的无料停车场，位置是在野木川的河边。这个山的山形真的还蛮漂亮，最主要是它山形也漂亮。火山好像都不错。还没满车，还可以停在比较前面的地方。是有的可能都提早餐。爱心那边应该是说比较容易从下面冒一些刺。无意间听到这几位像是樱花达人的老奶奶，正兴致勃勃地讨论着老樱花树的状况。当老树面临根部腐烂、养分受阻或生命倒数时，常会出现这种特殊的开花现象。这被视为老树将倾尽全力的最后燃烧，也是生命在倒下前最顽强的绽放。伫立于这排樱花树后的是自江户时代保存至今的红前城天守阁。它的命运是一场横跨400年、充满顽强韧性的传奇。1611年建成后不久，天守阁便不幸遭雷击烧毁，于1810年重建，却在21世纪面临石垣坍塌危机，在不拆解古迹的前提下修复石垣。2015年启动了天守阁迁移的世纪大工程，重达400公吨的天守阁被整个抬升，平移了70公尺，
来到如今位置。经过10余年的石原解体与地基补强，修复工程终将迎来尾声。2026年底前，天守阁将进行重新归位至本丸角石原之上。这座东北唯一的现存天守，不仅是日本国家指定重要文化财，更在数百年间一次次浴火重生，与弘前公园的百年传奇樱花树继续一起守望着下一个世纪的弘前城。接下来这几段是老公独自去探寻记录下的弘前公园古老树木。首先登场的是名为日本黑块的古木巨树。这棵位于三之丸的黑块可以说是比弘前城还要古老的在地原住民，它的树龄高达500年，早在1611年筑城前就已矗立于这片土地。紧接着是一棵拥有全日本最粗头衔的染井吉野樱，虽然树高仅约10公尺，但干周近6公尺，为日本全国最粗壮的染井吉野樱。更传奇的是，它彻底打破了染井吉野樱寿命不长的传统印象。过去植物学界普遍认为染井吉野樱的平均寿命仅约60到80年，然而这棵种于明治时代的老树，如今树龄已突破了120年，归功于独特的养护技术，它至今仍年年盛开，堪称园艺史上的奇迹。这棵则是全日本树干最粗的尖黑松，1685年由弘前藩栽种于三之丸土垒，迄今已有330年历史。作为赤松与黑松的自然杂交种，它兼具了强健生长力与极佳的抗风耐寒特性。白玉兰一直是我很喜爱的花，花型大方，香气优雅。老公特别帮我记录了下来。这株白玉兰在中庭建筑与群樱围绕下，展现出极具存在感的巨大树姿。每年4月下旬，正是白玉兰优雅绽放的时节。在弘前人的心中，它与樱花一样，都是携手迎来春天的美好象征。眼前这棵，则是号称日本最古老的染井吉野樱，植于1882年，树龄已高达了140多年。令人惊叹的是，弘前公园里像这样100岁以上且盛开的樱花树，竟然超过400棵。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弘前的染井吉野樱能展现如此惊人的长寿特质？答案就在这座曾被评为日本最美贩卖机后方的解说告示牌中。令和8年登场的7轮花开，正是一个花芽惊喜吐露7个花苞的樱花奇迹，能让老树打破寿命界限，甚至培育出日本第一粗的树干，全靠弘前方式管理技术。这项技术借鉴了青森苹果的栽培法，透过果断修剪、改良土壤与精准施肥来呵护樱花。养分充足的花芽不再只是单纯开出3-4朵，而是迸发出多达7轮的璀璨盛宴。我们之前学园艺修枝，曾听过剪樱花是笨蛋的俗谚，认为随意修剪容易造成树干腐烂，但弘前方式颠覆了这项旧观念，证明科学剪枝才是让老树重获生机的关键。如今这套珍贵的管理工法已成为全日本各大赏樱名所纷纷引进的典范。每一朵盛开的粉白樱花，都是老樱花树与专业匠人樱手们共同谱写的大自然生命奇迹。在日本，青森有一句话是这么说：每个人在弘前公园里，终究会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棵樱花树。
当老公探访了各种奇花异树回来后，我已经找到了属于我的，就在丑银鲁旁的这株染井吉野樱。而且我很快就发现，无论是大人还是小朋友，大家都很喜欢这棵树呢。是吗？这是合成章吗？走过下沉桥，终于要走进红前城的本丸了。门口右边石垣上能看到宛如粉红瀑布倾泻直下的玉龙樱。本丸石垣上的巨大石块叫做龟之石，和对面的古木鹤之松摆在一起，有着鹤寿归林的吉祥意思。旁边牌子有介绍，鹤之松也是间黑松的品种。这里剪下来的花枝会存放在3度的冷藏式保鲜，用来调控开花时间。可以放比较久啊。来拍那个东西，这样我拍以后，你拍它的家徽，然后这样的角度上去。在正午顶光下，闪耀着银白光辉的染井吉野樱，让眼睛都快睁不开了。这株红前枝垂樱和玉龙樱一样，雪白又高雅。趁着天守搬迁归位前，还能拍到它和枝垂樱同框，真的是且拍且珍惜。本丸东侧这边就是天守即将归位的位置。天守阁的平移工程在今年7月有了重大突破。7月初正式开始搬移后，目前天守已经向东移了近20公尺。等这部影片播出时，眼前这段景象就直接变成历史画面了。本丸西侧有个展望台，能远眺被称为金青富士的岩木山。如果说天守阁是红前城的主角，那本丸西侧的主角绝对就是岩木山了。
这些百年樱花、巨木、古松，瞬间都成了衬托盐木山的配角。从这里还能看到西豪的樱花隧道、莲池和远方的盐木山同框。分享一个知道了也没用的知识：红前城以前旧名叫做高冈城或鹰冈城，前面这座鹰丘桥就是用鹰冈同音的雅称来命名的。在本丸北侧的这株本丸锦户枝垂樱，如初雪般洁白净柔的花条，向深山隐瀑，从蔚蓝的天际宣泻而下。我觉得它是整个红前城本丸里最美的一株枝垂樱。不管明天有没有滑到场，拍一张再说。一个人。你居然点了干面。好像很 Q 好吃哦。
感谢你们看到最后。如果喜欢这次的影片，记得帮我订阅、按赞、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哦。我们下一集影片见啦，拜拜。